你好，我约了刘茂刘律师。哦，好的，我帮您查一下啊。2013年9月9号，天气晴。今天的许怀颂，够我记好多好多年。我方认为不应该将注定无法成功作为否定努力的理由。成功与失败已经成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定义，镶嵌在了人的潜意识中。当有人发现面前是撞不破的南墙，前方是走投无路的深渊时，或许他们才是今天在辩题里挣扎的那个人。比如说，对方辩友，那我方认为，放弃才能让自己走出痛苦循环，放弃才能去别的地方找到新的希望。与其反复经历失败与希望的痛苦循环，不如转身走出那条只有南墙却没有出路的巷子。或许巷子外就是新的希望和新的人生。恭喜范方获得这次辩论赛的总冠军。本次辩论赛的最佳辩手是许怀颂。恭喜你，谢谢校长。怀颂同学，如果没有正反方的立场，你会选择站在哪一方？说说你的感言。有一句电影里的台词可以代表我的选择。我将继续寻找，就算这无尽的星辰令我的寻找希望渺茫，就算我将单枪匹马。蕊玉，刘律师，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刚才有点事耽搁，来晚了。没事，是我来早了。走，去会议室吧。嗯。哎，这边。哦，对了，蕊玉，今天可能还会有一个人在，就是上次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们律所的法律顾问。啊。最近正好人在国内呢，然后看了你的案件了之后，特别感兴趣，想参与参与。我不知道你这边介不介意？没关系的，多一个律师对我来说也是好事儿。严格意义上来说呢，他没有参加过国内的法考，所以说在国内，他不能算是律师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，我可以跟他讲。真的没关系的。不过，他在国内也没有拿到律师资格证，却想要参与案子，你们这位金主爸爸不会是来考察您工作的吧？哎呀，可能你说的还真对，不好混啊。来，阮小姐，请进。谢谢。我来介绍一下吧。刘律师，我来就好。啊，没关系，顺手的事儿。我来，谢谢。
你们两个认识吗？不，你不认识。不认识。哦，嗨，那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律所的法律顾问许怀颂。你好，这位就是我们本案的委托人。阮玉，阮小姐，小说作家，擅长言情题材。许律师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的资料我了解过。那你都了解多少了？你是指案子，还是人，或者你的小说内容？哈，许律师的意思呢是，面谈前我们都会了解一下当事人的基础信息，这也是我们作为律师的一个基本素养，是吧？啊，该了解的也都了解了。哦，小说还没看是吧？哦，对了，阮小姐，小说你带来了吧？带了。哦，那就行，等会儿直接交给许律师就行了。来，坐吧。这本小说可是写满了对许怀颂从肉体到心灵的全方位臆想。现在要我把它交给许怀颂本人，还要针对这些臆想，跟他本人进行法律层面的深入探讨。两位律师，常言道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救人命胜造七级浮屠。阮小姐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突然不想告了。不想告了？嗯。你想清楚了啊？主人来电话了。哦，稍等我一下，我得接个电话，不好意思啊。主人，快接电话。喂，什么快递啊？还需要亲自签收啊？哦，好，来了。突然就不告了？我表现不好吗？刘律师平常还挺忙的，上次见面也是聊着天的时候，电话就进来了。上次。接。
竟然都没怎么变，岁月对他可真够慷慨的。阮小姐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敢不敢，我是在感叹自己命运坎坷呢。怎么了，许律师？哎，抱歉啊，楼下有个快递需要我亲自签收一下。怎么样，冉小姐，考虑好了吗？刘律师，我考虑清楚了。行，那也尊重你的决定吧。之前我也遇到过不少在临阵就犹豫的委托人，但是在犹豫之后呢，他们还是会选择诉讼的。没关系，再好好想想。刘律师说的是离婚案的委托人吗？这两人关系不好吗？谢谢刘律师，我回去会再想想的。行，我送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你忙你的吧。这个时候来回跑一趟，还得耽误饭点。我不忙，正好我想请你吃个饭。那还是我请你吧，太麻烦你了。行。西餐，他住那儿附近确实有个西餐厅，可以。你们约好一起吃午饭了？我给忘了。好，要不咱下次？可是他已经下去了。没事儿，我就跟他说一声，走吧。你先上去等我，我把阮玉送完了，回来找你吃饭，行吗？楼上有床啊。这个时候要倒时差睡觉吗？走吧。哎，刘律，车钥匙我给你放车里了，那我就先上去了啊。好，谢谢。那先送阮小姐吧。谢。哎，谢谢刘律师啊。没事，阮玉，咱们坐后边一样，后边更舒服啊。谢谢刘律师。自己关吧。刘律师，我先不回家了，送我去朋友那儿可以吗？好啊。不会绕路的，去那边会更近。行，没问题。那你把地址发给我。好。
任小姐，方不方便问一下，去什么朋友家呀？你问的也太直接了吧？那你问。去我编辑那儿。哦，好，去编辑那儿啊。嗯。怎么了？案子没谈成？明英，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？刘茂啊，他跟你表白了？是许怀颂。明英，我遇到3次元的许怀颂了。啊？不对劲啊！我关心我的相亲对象这事儿是正常的，那请问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呢？我了解我当事人的行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人家都已经开始相亲找男朋友了，他能去哪儿？肯定就是去普通朋友家。这会儿你倒是马后炮起来了。那万一他相亲是为了给家里人交差呢？你还能比我了解我的相亲对象吗？早上起来在公司那电话也是你安排人给我打的吧？故意把我支走。反射弧可真够长的，怎么当上律师的呀？前女友啊？怎么说呢？情况有些复杂。还有什么比前任关系更复杂的吗？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不复杂。啊？欠你钱啊？没有。不是，那到底什么关系？你倒是说呀，把话说清楚点啊！中餐还是西餐？又不说拉倒。哎呀，我吃什么都行，不饿，看你吧。哎，这次回来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。昨天不才回来吗？明天就着急走啊？距离我委托人的庭审只剩不到48小时了，你说我急不急？那你干嘛非挑这时候回来呀？到底什么事儿能比庭审更重要？Excuse me。喂。哥，我好像做错了一件事儿，我好像把阮玉学姐给害了。你刚刚说谁？就是阮玉学姐，你忘了吗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哎呦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先给你发张照片吧。Song, here are the documents you need. 那天晚上，我在学校艺术馆的琴房发现了这个。飞回来10几个小时，待1天，飞回去又10几个小时，我看你是要疯了。换谁谁不疯？疯了，我真的要疯了。谁当初信誓旦旦的说自己不会被发现的？太玄幻了，我也没想到真的会闹到本尊那儿去啊！小说都不敢这么写，怎么办呀？我说小说是我亲身经历的那条微博，是连带着澄清大纲、创作时间的视频一起发的，既不能删，也不能改。万一他要是看到了怎么办？啊？这个你先别担心嘛，他不是美国精英律师吗？应该没有闲工夫翻你微博。而且你不是说他都没认出你吗？那万一
万一他看到第23章内容怎么办？那场春梦是你自己要加的啊！不，我现在就把那张锁起来。哎呀，我先锁起来。哎，不过说正经的，你就因为这点破事你不告了？告，我肯定要告的。我就不相信了，杭氏就没有更靠谱的律所了。你们两个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还好他不记得。这几个律所是朋友推荐的，我都帮你预约过了，你明天直接过去就行。果然，关键时候还是我的沈大编辑靠得住。版权纠纷这块呢，我们熟，包你赢的。哎，你现在是什么级别的作家？写本书能挣多少钱？阮女士，我们陈律师的意思是，这种案子最好还是庭下和解。我们陈律师的意思是，打舆论战要花不少钱。我们陈律师，你现在马上关注我，然后我们公开的进行一些互动，先把热度做起来。让那个什么张律师给老娘滚出来！这成天炒作来炒作去的，到底是做律师还是做网红啊？我要告他！有句话可说的真对，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。樊律师肯定不是那种草台班子上唱大戏的主儿。要说智坤是杭氏律师界年轻一代的翘楚，樊律师和鼎正绝对是老牌品质的保障，除了收费贵，没有任何缺点。这个案子啊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要证明你的大纲失窃了。那能不能通过对比两部作品的文字表达，证明我和对方作者的内容实际并不相似，从而说明我是原创的，并不侵权呢？这条路径目前来看难度较大，情节上确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，可能对你不利。证明大纲失窃是最直接简单的方式。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是事实上这两部作品只是看起来有些相似。我作为一个原创作者，希望得到法律上的认可。冉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律师，不是你的公关团队，无法支持你的文人情怀。明白。哦，冉小姐，友情提示一下，我不认为有哪位律师会采纳你的意见。你和樊律师聊得怎么样？樊律师听了我的诉求，差点直接送客了。不过按照我的想法来，确实有可能吃力不讨好。喂，刘律师。哎，阮月。啊，我打过来就想问问你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真不告了吗？刘律师，在你的设想里，我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处理呢？证明大纲失窃，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吧？啊。怎么了？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，即便我不是你的律师，我们不也是朋友吗？我是在想，我能不能在这个案子里证明自己作品的原创性呢？这个事情其实，没关系，刘律师，我明白的。可以。可以。
刘律师，如果你是出于对朋友的帮助的话，不用勉强的。我也知道。当然不是了，这不勉强。不勉强，不勉强。你那边是开免提了吗，刘律师？哦，对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阮玉，稍等我一下，我得签署2份文件。好。什么指示啊？证明你的原创性，虽然不是必要证据，但作为辅证，也可能对诉讼结果产生有利影响。这个诉求可以实现。那你不担心对比结果不理想吗？稍等，我再签署2份文件。哦，好。在国内这种案件最简单的就是要从大纲失窃入手，跟您在国外的那套玩法不一样的。在哪个国家都得从大纲失窃入手。咱刚才说的不一直都是？那万一要是大纲根本就没失窃呢？什么意思？刘律师，你还在吗？要是你那边比较忙的话，不然我们晚一点再说。快点儿啊！我哪有那么多文件要签啊？不管对比结果是不是理想，我认为真正的原创值得一次这样的尝试。真的吗？那太谢谢你了，刘律师。不客气，再见。这案子不能这样啊！你现在这不是属于强买强卖吗？啊，这杭市这么多律所，你干嘛非要让人选志坤啊？因为这个案子，只有我知道怎么打。只有我知道怎么打。哦，不会是因为我吧？啊？哎呦，干嘛这么大费周折呢？直接跟我讲不就好了吗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阮玉确实是我这些年的相亲对象里边最好的一个，长得漂亮，又有学识，还是个作家。我是个律师。作家配律师，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。行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第几集能跟他好上。电视剧看多了吧你？哎，晚上一起吃饭啊？不去了。那你去哪儿啊？苏轼。不吃正好，工作局变约会局。阮小姐，晚上见。律师配作家，传出去是佳话，还挺顺。哥，你回来啦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是为那件事回来的吗？哦，不问就不问呗。哥，你晚上回家吃饭呗。外面吃。哎呀，别呀！其实妈妈可想你了。放学接你。去你上次发的那家。好，那说好了，放学之后不见不散，爱你。哎，这么巧啊！跟谁打电话呢？这么开心？跟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。哎，你还我！你把他照片放下。许怀诗，
我发现你是越来越暴力了。我就看李13两眼能给李13看塌房啊！你再说一遍。我看你就是零花钱太多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偏财运就是好。这个零花钱刚刚花完，哎，就有人请客吃饭。谁呀？我家宋哥啊，一个仅次于石灿的大帅哥，又帅又有钱，重点是还为我花钱。宋哥，哎呦，你看我这脑子，我还得回去一趟。诗诗干什么去了？你就是宋哥啊？诗诗是你叫的吗？别仗着自己年纪大就乱占别人女孩子便宜。你是诗诗的同学啊？我们可是实打实的哥们儿，不只是同学。还不只是同学，那还有什么关系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是想了解他，从我这里套话是吧？没门儿。诗诗她没告诉你我是谁啊？你呀，你不就是那个又帅又有钱又舍得给他花钱的男人？诗诗平时都是这么夸我的呀？不就是几个钱吗？谁没有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对许怀诗不怀好意，我饶不了你。哥，你还没走呢？啊，这就是我跟你提到的同学赵毅，你们已经见过了吧？你就是赵毅啊？不光见过了，还知道你们俩不只是同学的关系。赵毅，你跟我宋哥胡说什么了？宋哥不应该姓宋。那我还师姐呢，许怀宋，我亲哥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许哥。许哥，今天晚上还有工作，不陪你吃饭。哎，啊？哎，刘先生，您的朋友已经到了，我带您过去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不是去苏轼了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宋哥不应该姓宋。哎，咱们刘律师这回认真的吗？这衣服特贵，买了都没见他穿过。谁呀谁呀？这女主我认识吗？就是打名誉权官司的阮小姐呀。刘律师下午就出了合同，今晚必须拿下。拿下合同还是拿下人呢？如果我选择志坤的话，那我的代理律师是不是刘律师你啊？是我。那我们会按照电话里的方案来推进，对吗？哦，那是自然。我们会适时的提供一些法律建议，绝不会违背当事人的意愿。太好了，我相信刘律师的专业。那咱赶紧把合同签了吧。啊，这么快吗？不急，合同晚几天也没关系。至于网上的舆论发酵，耽误几天而已，问题也不大，是吧，刘律师？
怎么就问题不大呢？不行，这个事情耽误不了。舆论多发酵一天，我们就多承担一份风险。阮玉，你仔细看一下合同，有什么问题现在就问我，不用见外啊。2份合同我都已经签好字了。好。我没什么问题。好。刘律师，起诉的话，我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呢？当务之急是尽快把网络平台上污蔑、诽谤你的关键记录到公证处进行网络证据保全，我会协助你。另外，暂时不要对外透露你起诉的意愿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至于其他的，哦，等一下，我的代理人不是刘律师你吗？许律师，你也要参与吗？刘律师出席庭审，我参与被诉。哦。但是，我没有办法同时支付2位律师的委托费。哦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他是个人学习，不用向他支付费用。再说了，咱俩这关系，我可以给你打一个8折。谢谢你，刘律师。哦，其实我也有几个业内的朋友有著作权纠纷的官司，我可以介绍许律师去他们那边研究学习。我倒是没意见。刘律师同意吗？毕竟这个也不是志坤的案子，所以如果许律去参与的话，在所里面影响也不太好，是吧？许律师，我理解了你参与背诵的意思是，你会在案件的思路上帮助刘律师，而不是全部背诉的第一步，全面了解案情。所以所有的资料你都要看，包括小说的全部内容。阮小姐的小说里是有什么不方便透露的内容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。行，合同咱也签了，我拉一个工作群吧，这样日后我们好沟通嘛，好吗？好的。前方1000米，即将驶入机场快速路。我们案件中小说情节梳理这部分由许律师来负责，有什么问题，随时都可以问他。刘律师，小说情节梳理这部分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跟你对啊？在反调色盘的对比上，许律师更有经验。我是觉得许律师在国外有时差，太不方便了，而且他应该比较忙。时差问题你不用担心，他是个夜猫子，而且就算再忙，也得看在我的面子上为这个案子挤出时间。资料整理完以后，你可以直接发到群里。喂。
兄弟，这个案件类型是你擅长的吧？你让我在群里头说这个案件你负责，我做了，结果人家阮玉说话，你又装死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样搞我很难做人的。你如果实在觉得处在中间很难受的话，要不坐过来？好吧。哎呦，你可以让他直接加我的微信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这次突然回来就是为了阮玉。诗诗犯了点事儿。这个理由好烂呀，真的假的？你有时间在这八卦，不如让当事人直接联系我。不对呀，让人家主动联系你干什么？哎呦，不会是你加了人家，结果人家没有通过？瞎说！哎呦，那就是栽中了哦。看来在被拒绝的方面，刘律师比我有经验。有事没事挂了啊。哎，我还没挂呢。什么不比你有经验啊？